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8月17日下午的16点03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继续它的上涨，这个上涨呢是在突破120日均线之后做出的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动作。我们可以通过划分 K 线合并 K 线啊，可以看到啊，目前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呢是处在一个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目前处在唐僧阳线组，这证明着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经历了2轮半的下跌西游之后啊，终于出现了底部见底的一个特征，同时做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道指在周线级别反弹过程当中，目前整体的这个趋势是上行趋势，但是呢，我们知道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轮行情出现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它非常容易走切换时间级别的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所以呢，在本周啊今天是周三将要结束的周四周五周六啊这几个交易日呢，要小心什么呢？小心它完成周线级别下跌啊，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做一个日线级别的回调啊，一定要小心这个动作。那么随着道指的上涨，比特币啊在今天也出现了一定的涨幅啊，高点是在20205啊，在这个位置上，同时呢，下午的时候出现一定的回落，这个回落呢是伴随道指盘前合约的一个回落。我们看啊，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啊，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出现了一波下跌啊，这个下跌虽然幅度不大呢，但影响了比特币啊继续上涨的一个动作啊。整体来看呢，我们看到啊，通过连接4小时级别比特币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整体来看啊，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啊。只要这个波谷连线没有被完全跌破，事实上跌破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发生跌破，它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同时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结构已经走得非常明显了，明显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啊，它正在不断的接近焦点位啊，焦点位我们逐渐可以看到了，在接近焦点位附近的这个区域上是什么时间节点呢？是变盘的时间节点。同时呢，我们看到啊，比特币这一轮还没有走出一个完整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我们可以通过合并 K 线看到啊，这里是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组。当前 K 线组在日线级别上走到一个什么位置呢？走到一个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证明它的日线级别反弹西游还没有完全走完。那么我们在上涨方向仍然有这样的预期，就是它能够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到达什么位置呢？到达27500到3万美金附近这个区间。啊，这个区间呢是前面5月份波峰连线连接过来形成的，在27500上这个位置的一个压力位，同时呢也是133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在3万美金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啊，也就是说这轮反弹的目标位是在哪儿呢？是在27500到3万美金。同时呢，这个位置上对于比特币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介入空单的位置啊，可以介入空单的位置。在这轮行情趋势没有破坏之前，我们对多头仍然抱有它能够回补到27500到3万美金这个区间的一个预期啊。当然了，如果在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跌破了当前行情波谷的连线啊，这个波谷连线我们可以认为是在22700附近啊，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跌破，并且跌破之后它没有快速收回的话，那么趋势就要发生改变。这轮行情已经跌了75%，从最高点69000美金到17605嘛，应该是17605到这个低点呢，最大跌幅是75%啊。经过一轮反弹之后呢，还要有新低出现啊，但这个新低的出现呢，往往在8、9、10月份啊，这3个月会出现反复的震荡，同时呢，不断的触底2万美金，让你误以为2万美金是一个
不容易跌破的铁底，最后呢，这个铁底一定会跌破的。所以呢，在当前的趋势上啊，上涨和反弹趋势正在进行，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做足准备布局好空单逐渐的布局好空单。同时呢，我一直有这样的主张，就是在反弹行情当中尽量保持有一个现货的仓位但是呢，在反弹接近结束、接近尾声的情况下，开始缓慢布局空单。目前来看，多头趋势仍然存在。为什么说仍然存在呢？因为美股它走的是什么呢？美股目前走的是周线级别上涨修，目前这个趋势还没有完全切换它还没有切换到日线级别下跌。这样的话，周围市场行情仍然在上涨的趋势当中，所以比特币当前虽然出现了一点点的回调，日线级别我们看到了连续4根阴线了但是它的上涨趋势它没有破坏。同时呢，在均线上5日均线和10日均线目前处在一个缠绕的一个趋势上震荡在这里发生，所以呢，多空都不容易在这个行情上去做。所以呢，在这轮行情焦灼的时候多头呢要坚定自己的一个理念不破位的情况下耐心持有，同时呢，空头呢要耐心等待更好的点位的出现在行情当中，我们一直提到这样的一个观点一定要关注趋势找到位置，最终呢布局你的仓位和行情发生关系。你只有和行情发生关系，你在合适的点位上有仓位的情况下，才能在未来的行情当中、未来的趋势当中最终获利。所以呢，当前行情难度是有，但是呢，趋势它仍然存在坚定一些自己的信仰。特别是今天在小日线上出现了一根大阴线，这个大阴线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一个是币安暂停提现维护钱包第二个呢，我认为是在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出现了一个短时间内的下杀，这个下杀快速下跌引发了比特币市场的一个恐慌。但是这个恐慌呢还不足为奇，因为行情走到这里，我们看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它没有跌破最重要的支撑，这个支撑线还在，它的趋势仍然保持着三角形收敛的这个趋势，只是它逐渐的要走到焦点位，接近焦点位这个位置上，它要发生变盘。那么变盘多空我们要有一个选择，现货上呢，我认为你要坚定一下自己的信仰为什么在这里还要坚定自己的信仰呢？前面行情我们已经大幅获利了，在这个位置上还要坚定信仰，因为它没有破位。行情在没有破位的情况下，它依然保持着它的结构，我们就认为它的结构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在行情当中呢，我的 K 线吸收战法里面有这个4项战法。4项战法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这个面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去分析 K 线，很多人还用非常 low 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呢？5浪上涨3浪下跌。那你看每一浪都是由2点构成的，我们可以任意选2点形成一浪。那么这个浪呢，它的选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它整体来说呢，每一浪都是一个一维的思维，非常低端的、低级的、低纬度的一个思维。那这种思考方式呢，最终导致的是你别看它是5浪上涨3浪下跌但是你每一浪都是由2点构成的，每2点的选择每个人都不同，所以呢，最终5浪上涨3浪下跌构成了什么呢？千人千浪，它是一个骗人的理论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的修战法的第2部分叫4项战法。太极生两仪，两仪生4象，4象生八卦嘛，对吧？4项战法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结构的问题最简单的、最根本的结构就是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就这么简单。这样呢，你在行情当中能够看到什么呢？能够看到一个面儿的逻辑。也就是说，我当前画出来的这个东西呢，它是由事实上发生的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大多数人都会按照我这个画法，因为它采取的是最多的覆盖掉最多的波峰和覆盖掉最多的波谷，忽略掉一些极端的情况，忽略掉一些我们应该忽略的情况，最终呢画出来的这个三角形，画出来之后呢，这个结构
是一个面儿的关系，两条线构成一个面儿，会形成一个焦点。面儿的关系中面儿的逻辑中就构成了一个什么呢？构成了一个二维的思维。虽然行情可能是更高维度的，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看到的 K 线看到的这个对数坐标系上的 K 线，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面儿的它的运行的逻辑。在这个面儿的运行逻辑当中，我们能更好的能看到低点在什么位置，高点在什么位置。这样呢，我们在分析判断的过程当中，能够寻找到行情能带给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位。这个关键点位和我们的目前的位置，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找到止损位和止盈位，能够看到行情当中什么位置发生了突破，突破结构就算突破结构之后，它会沿用一个新的逻辑，也就是新的结构。比如说这个位置上一个收敛三角形发生跌破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下跌的通道，下跌通道到达低点17605之后重新酝酿结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反弹的结构。那么目前为止正处在一个反弹的结构当中，所以呢，同志们不要慌它处在一个反弹的结构当中，依然处在一个反弹的结构当中。这个结构没有被行情破坏的情况下，没有出现跌破和涨破的情况下，当前的结构依然是什么呢？有效结构。所以呢，在慢慢的反弹过程当中，从我前面一段行情有出去学习交流授课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我的 VIP 群里面和这个我在出行之前的课程或者回来之后的中间的一段课程当中，一直反复强调什么事儿呢？当前结构没有问题。为什么说没有问题呢？就是因为结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它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没有破坏掉之前，不要慌不要慌。多空呢要掌握你自己的一个思维模式目前呢在什么位置你应该坚持什么目前仍然是多头趋势，你应该坚持的一个多头趋势包括美股也是这么玩的。它的反弹趋势呢，在没有破坏之前，它就是反弹趋势，上涨趋势没有完结之前，它就是上涨趋势。下跌趋势呢，没有结束之前，没有在反弹破坏掉它的上涨趋势，它的下跌趋势之前它就是下跌趋势所以呢，你要认清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结构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二维的问题，一个平面的问题破除掉，忘记掉你在很多书里面学到的波浪理论，它是一个骗人的、误导你的理论你不能通过臆想，通过任意两点的连线搞出8条线，然后形成这个5浪上涨3浪下跌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你一定要用高维度的一个思维用面儿的思维去考虑行情的问题，这样呢能够抓住什么呢？事物的本质在抓住事物的本质之后呢，你更容易能够在行情当中获得什么呢？获得趋势上的利润。那么我在昨天的课上非常重点的提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这个交易对它有它的这个固有逻辑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黄色线形成的收敛三角形。当然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它里面内嵌很多结构。跌破之后，我们看到跌破的位置是在焦点位跌破之后，发生反弹，目前反弹到什么位置呢？接近前高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呢？这个位置是风险位，非常大的风险在这里面内涵了，证明着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反弹的空间这个交易对的反弹空间已经不多了，有很大可能在这个位置，在接近前高的这个位置上出现回落。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对出现回落，那以太坊的涨幅和涨速就要慢一些同时呢我在一轮行情当中，这9轮行情当中一直提到了我的一个弧形波峰的理论。这个弧形波峰呢，是从去年20年的11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打到当前行情的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呢，也是我在前面反弹过程当中提到的以太坊将要反弹的一个目标位提到了是1900到2100。
在我的直播课里 VIP 群里面都提到了这个点位。那当前行情当中最高点呢，应该是在高点是2030啊，已经非常接近2100了。同时呢，我们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啊，看到了这个弧形线啊，非常明确的给出了一个精准的压力位。同时呢，在今天打到这个1950附近之后，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杀啊，证明这个压力位事实上非常有效啊，事实上非常有效。但是呢，我们看行情要综合去看，那多头方面有没有希望呢？我认为仍然是有的，因为这轮行情呢，我们看到以太坊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这个上涨吸油呢是强势于比特币的，比特币连日线上涨吸油都没有形成，但是以太坊出现了周线的上涨吸油，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它如果能站上在日线级别上，起码是日线级别我们看趋势最小的一个观察时间级别是4.2到日线起码在日线级别上能够站上2050美金，站上之后行情才有突破这个弧形顶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呢，目前来看本周来看还没有站上2050这个点位之前，我们认为1950这个位置上是存在非常强的压力的所以呢，在现在这个行情上多空都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做呢？还是保持我之前对比特币的一个观点同步这个观点之后，我认为现货呢，它目前趋势仍然在线就是反弹趋势仍然在线的情况下，你还可以耐心持有一段时间，持有到什么时间呢？我认为是本周末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看到了美股已经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本周是杀僧位，杀僧位走完之后，大概率会出现日线级别的下跌和回调。那么根据这个理论呢，本周也是以太坊非常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时间节点现货持有到这个位置，那如果是合约的话呢，我更建议逐渐在1900美金到2100美金这个区间上也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多头方向的一个目标位这个区间上逐渐布局自己的空单。为什么要在这个位置上开始布局自己的空单呢？因为这里面不仅仅存在我们弧形波峰周线级别弧形波峰连接过来之后在1900美金这里面1950美金这里面构成的一个压力位。同时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我们画出了一个白色线，这里面画的有点乱你要从头看，并且呢，我希望大家伙去自己去画一下以太坊最高点4877美金在这个位置上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它的一个压力位也是在2050，所以呢，2050是当前行情的一个关键点位，多空在这个位置上要做激烈的焦灼和战争多空的战争呢会在这里面发生，所以呢，在接近这个压力位附近的这个位置上，可以把2050或者是2100作为一个止损位，在这里面慢慢的布局空单当然了，当前行情布局空单仍然属于一个左侧的一个位置，左侧交易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设置止损设置止损，控制仓位，同时设置止损在行情当中，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能伤害自己这样呢，你通过这两个行为，仓位和止损找到合理的位置和仓位在后面的下跌行情当中，也就是这轮行情熊市还没有走完呢，在后面的下跌行情当中会获得熊市带给你的超多利润，趋势上的利润。同时呢，山寨币目前仍然有很多出现表现的像昨天 EOS 做出了一个拉升动作当然了，和它有一个据说是硬分叉这个消息面也有关系在熊市底部的位置会出现非常多的利好，让你去购买它但是呢，我们可以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认清楚EOS 目前处在133和169的这个压力线这个位置上快速拉升呢到达这个压力线，所以呢，当前这个位置上介入是非常具有风险的，所以你一定要设止损。比如说现在1.59美金你进入多头的话，或者进入现货的话，要把1.5设成止损位即使是错了，后面达到你的止损了，你后面还有拉升，即使是做错了，也比做更多的亏损强
所以呢，现货行情当前机会还有比如说还有 BOND 这个行情走得非常快走得非常快，但是呢，它上面从高点$75一路跌下来的，然后7月份做了一波拉升，然后下跌之后这两个交易日又做出了一个快速拉升。目前来看特别是从小日线来看，非常强势于比特币比特币在回调的过程当中，它仍然做出了拉升动作那这种行情呢，一定要等它回落等它回落到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看这俩拉升之后，它必然有回落到接近前面高点的这个位置上。那比如说这轮拉升之后一定要接近$8.5附近的这个情况下，你再介入再选择介入，然后止损呢，你可以设在8.2或者8.1这样的话，你就是在冲高的时候做它的趋势，但是呢，你不做追高不做追击的动作这样呢，你不容易被挂在高点上挂在高点。如果一轮行情，特别是在熊市反弹的行情当中挂在高点是非常难受的，往往会要经历3到6个月的时间，你才能走出这个高点走出被挂的这个高点上来所以呢，如果做短线的话，一定要注意它的行情呢是极端行情，它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从$7到$9呢，它拉升了33%，这么大的拉升的情况下呢，一定要不跟着它疯怎么不跟着它疯呢？你要在趋势上，也就是战略上跟着它疯，但在战术上呢，你要做保守就是耐心等着它回踩之后再跟着它玩。同时呢，你要有底线，你一定要做一个有底线的人没有底线很容易在这个行情当中吃亏战术上你要保守，战略上呢要跟着这种强势币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同时呢，希望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去搜索 K 线稀有战法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买到我的这本 K 线稀有战法然后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